在没有意识的状态下，为保全躯壳做所有能做的努力，真是个令人惊讶的设想。要不是没有查询到相关的记录，我会认为这一幕给过一些灵感。谁管你？以及，这个世界不存在类似于只要对上视线就必须开口说话的礼仪，请你不要擅自和我搭话，阿杰塔博士。你为什么会有那种想法？我和你交谈从来不是出于任何规则限制而不得不为之。菲塔，你应该对自己更自信一点。不过我很好奇，他们要以什么方式来验证意识的存在呢？自主呼吸停止，炉反射消失，一剂测试结论也不容置疑，为什么还心存侥幸？哎呀，阿杰塔博士，这还真是一个好问题。可惜呢，很遗憾，天命的女武神和无所事事的闲人天差地别，没人顾得上满足你那无聊的好奇心。我认为有话直说比旁敲侧击来得更干脆。不过你这一点我也不讨厌，我的确有一个基于先前记录的设想，既然你想帮忙，那就试试这个吧。正好，乐于助人的德丽莎主教也在，请你说说看吧，阿杰塔博士。这两个人站在这里做什么？拿以往的数据集做样本，利托斯特在这一时期中途退赛的可能性几乎是100%。不过，就在刚才，那个利托斯特必然退赛的时刻已经过去了。我们或许被眼前的悲剧干扰了视线。的确，所有调查线索中最异常的存在是利托斯特，这个事实从来都没有变过。阿杰塔，对于这个行为异常的利托斯特，你还有什么发现？不能说没有，但大部分其实是基于我的猜想而非事实，我没有办法保证其准确性。我还是第一次见你这么吞吞吐吐的样子，看来是真的没把握了。不过任何线索都比没有要好，说说看。基于我对利托斯特的大数据模型的分析，这位33号利托斯特最显著的一点异常是，他在杀死克拉丽的时候所展现的是一种历史数据中从未展现过的特殊力量。我推测那是他原本就拥有却一直刻意避免使用的东西，真正的神之影奇的力量。这种特殊的力量甚至能超越系统，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要隐藏力量，更不理解他为什么又突然违背了自己的准则。或许是为了更切实地杀死面前的人，又或许是警告其他人要对付他就得全力以赴。反正我不明白。总之，基于以上推论，我得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想。既然克拉丽的死亡是从未有过的异常现象，而导致这一异常的源头是另一种异常，那么在数据和指针构筑的世界里，它们能不能连成更加简单直接的因果关系？由此，如果抹除源头的异常存在，是否另一种异常也会随之消解？然后我就想到，有一个十分简单的方法可以验证我的理论。等等，你不会是想说杀死利托斯特？当然了，即使我的猜想正确，杀死这个异常的利托斯特也只会导致克拉丽死亡这个既定事实被从记录中抹除。至于克拉丽的意识是否还真的存在于某处，我不能保证。呵，搞了半天都是些空谈呢。唉，真令人遗憾呀，又让小薇见识了一次整个洛星最可靠的博士最经得住考验的智慧。不，阿杰塔说的有道理，我们现在不能依靠常识行动，任何可能性都值得尝试，不管是多微小的希望，我都不会放弃。说得好，德丽莎。谢谢你，维塔。虽然这是个不合时宜的吹捧，但你不希望我因此沮丧的心意我收到了。哼，闭嘴。怎么突然感觉解气了不少？请问成熟稳重的德丽莎主教，寻梦者现在怎么样了？好多了，虽然他刚刚退出系统时的状况很糟糕，但还是坚持把他发现的线索全都告诉了我们才去休息。
他总是为了他人这么拼命，哼，和某些一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完全不一样。哎呀，是谁呢？不过，尊敬的主教大人，你在脑海中设想一下，如果有一天，小 V 一脸正气地告诉你，其实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守护和某个人的约定，你怎么看？好可怕！看吧，明明是你们对小 V 心存偏见，小 V 为了能顺利融入你们，才不得不扮演自私自利的坏女人呢。好了好了，请你闭嘴。如果真的那么有空，不如去看看寻梦者吧。